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您刚才所看到的画面是发生在贵州仁怀市高大坪镇的一场无情大火，它像一只吞噬生命的恶魔，在2025年4月29日那个漆黑的夜晚，夺去了祖孙3条鲜活的生命，其中包括一个5岁的男童和一名7岁的女童。这起事故的调查报告在6月5日由遵义市应急管理局公布了，而起火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大家厨房、客厅里随处可见的手机充电器。你没听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甚至不曾留意的小物件。报告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直接原因就是用手机充电器给玩具电池充电，导致电池热失控，引燃了沙发等易燃物。火势像一头发狂的野兽，瞬间吞噬了整个空间。我的天哪！今天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来和大家聊聊这件让人痛心不已的真实案例。那不是电影里的情节，也不是遥远的事故新闻，就发生在4月25日晚上。孩子们天真烂漫地玩着玩具，奶奶慈爱地看着他们。谁能想到，一个简单的充电行为会引来如此大的灾难？事故发生时是晚上10点52分，人们大多都已进入梦乡。户主赵先生当时在3楼卧室睡觉，而户主妻子陈女士，也就是2位小朋友的奶奶，正在2楼卫生间给孙女孙子洗澡。火苗是从1楼客厅冒出来的，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幽灵，在黑夜里慢慢伸出她猩红的舌头。陈女士感觉到1楼异样，赶紧下去查看。当她看到客厅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时，心跳估计都漏了半拍。她本能地跑到屋外呼救，可当她发现火势迅速扩大，如同洪水猛兽般不可阻挡时，她毅然决然地折返2楼，想要营救她的宝贝孙子孙女。那一刻，亲情的光辉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一定没有丝毫犹豫。然而大火的浓烟却比她的速度更快，就像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通过门洞和楼梯间疯狂蔓延，形成可怕的烟囱效应。短短几秒钟，整个楼道就被浓烟完全占据，能见度几乎为零。最终，这3位至亲至爱的人倒在了2楼的卫生间里，吸入大量有毒烟气，失去了生命。我仿佛能看到那令人窒息的场景，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奶奶焦急地寻找着孩子们，而孩子们也许正因为浓烟而感到恐慌和不适。最终他们被毒烟无情地夺去了呼吸。而3楼的赵先生幸好被浓烟呛醒后，凭借本能爬到阳台呼救，最终被消防员成功营救。这一幕幕简直让人心如刀绞，痛彻心扉。所以你看，这场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充电行为，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用电安全的麻痹大意。事故调查报告中，除了直接原因，还提到了几个间接原因，每一个都像警钟一样敲响在我们耳边。第一点，也是最让我觉得痛心的一点，就是缺乏安全用电常识和火场逃生能力。报告里说，现场勘验发现，客厅沙发上电池处于充电连接状态，而下方就是沙发，这简直是把火药桶放在了火炉边啊！电池一旦故障，火苗噌一下就窜起来了，而且他们缺乏人走断电的安全意识。这种随手插着充电器，人却离开了的习惯，就像给火灾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火灾发生后，陈女士虽然勇敢，但在极度恐慌之下，她慌忙求救，打开了楼梯间、卧室、客厅等门，却没有及时关闭。要知道，在火灾中，开门就像给烟雾插上了翅膀，它会加速烟气的蔓延，让火势越来越大，逃生路线也就被瞬间切断了。这让我想到，我们平时是不是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是不是也觉得没关系，就冲一会儿？殊不知，死神往往就藏匿在这些没关系里。第二点，起火房间采用可燃材料装修，产生大量有毒烟气。报告说，1楼客厅4周墙面都用了可燃的集成扣板装修，再加上沙发、棉织物这些东西，简直是给火灾加了把劲。火势越大，
产生的有毒烟气就越多。这些烟气就像恶魔的爪牙，不仅严重影响了火场能见度，让人根本看不清逃生方向，更容易导致人窒息昏迷，甚至直接死亡。这就像在自己家里埋了一颗无形的毒气弹，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家里的装修材料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隐患呢？为了美观，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最重要的安全因素？第三点，建筑结构布局不合理，导致烟气快速蔓延。报告提到，这栋房子里有一部通天楼梯，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囱，直接把1到3层连通起来。火灾发生后，有毒烟气就像坐上了火箭，沿着这个楼梯间一路向上狂飙，形成可怕的烟囱效应。这不仅让逃生变得异常困难，更是导致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设想一下，如果楼梯间有防火门，如果楼层之间能够有效阻隔烟雾，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我们居住的环境，尤其是老旧小区或者自建房，是否存在类似的结构安全隐患呢？朋友们，这个惨痛的案例真的让我意识到，手机充电器这个看似平常的小东西，如果使用不当，它就是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市面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手机充电器，功能各异，电压电流也千差万别。当你不加辨别的用手机充电器给玩具电池充电时，这就像让一个穿着西装的专业运动员去跑马拉松，而另一个穿着拖鞋的业余选手去参加100米冲刺，二者根本不匹配。玩具电池有它自己的脾气，它需要特定的电压和电流来充电。如果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过高或者电流过大，电池就会因为过充而发热，就像一个被撑爆的气球，最终导致热失控，甚至爆炸。这种不匹配的充电行为就是在玩火。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想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所爱的人，请务必记住以下几点。首先，请一定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要整夜充电。手机就像我们的另一个器官，它也需要休息。如果手机在充电过程中变得滚烫，那就像在给你发信号，赶紧停止操作。不要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它也会疲劳，会加速老化，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崩坏的机器。一旦短路，火灾就会不请自来。我们很多人习惯睡前插上充电器，第二天早上再拔掉，觉得这样方便，殊不知这却是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就像穿衣服要合身，充电器和电池也要门当户对。那些劣质电池，那些来路不明的充电器，就像一颗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不同的手机充电器，电压和电流都是不同的，千万不要混着用。这就像给不同型号的汽车加错油，轻则损坏电池，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我见过太多因为贪小便宜买了杂牌充电器，结果把手机充报废的案例，更别提那些因此引发火灾的悲剧了。最后，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点，充电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充电时，手机本身就会产生热量，如果你边充电边玩游戏、打电话，那热量会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快速飙升，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危险系数。就像一个人在跑步机上高速奔跑，你还要让他同时做高难度瑜伽动作，身体自然吃不消。给手机一个安静充电的空间，也给自己一个安全的保障。朋友们，生命是如此宝贵，但它又如此脆弱，经不起任何一次的侥幸。我们可能无法预知灾难何时降临，但我们可以从点滴做起，筑牢安全防线。这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它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用电安全无小事，消防意识要长存。希望通过今天这番沉重的分享，能让大家对用电安全有更深刻的理解。你还见过哪些因为用电不当引发的事故呢？或者你有什么实用的安全小妙招想分享给大家？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一起把安全意识的火种传递下去，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